时光仿佛倒流到70、80年代。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听歌。今天是哪一个红星来登台啊？一起回味那些年的美好。欢迎来到欢喜大世界。开始，我在打电话。算的，葛平大哥、慧芳姐来吃好料喽！哥哥，我要吃好料，为什么我没有？你要吃好料哈？要哦，继续买喽。哎呀，没有爱心嘞。喂，妹妹，我知道所有的肉类当中，你最爱吃鸡肉的，对不对？对来，欢迎我们的鸡肉。Hello， 我就是那个肌肉。 Chef Nixon， 今天现场来了阿哥阿姐，欢迎葛平大哥、慧芳姐。阿哥阿姐，刚才我看到你们两位呢在那边拍拖哈，请问你们看到的这些情景，就是当你们拍拖的一个情况吗？你们当年的电话是要用转的吗？确实啊，啊，真的啊，真的还是用转的。那个时候是几个号码？不是8个对不对？是6个。 6个。 6个号码的年代，多久远的年代，对不对？是我妈妈的年代啦。还好我们今天现场有2位年轻的朋友，哎，是好心的朋友，漂亮哦，漂亮的朋友，欢迎我们的白衣天使 Gina 还有石慧。哇，白衣天使来到现场，我觉得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这段期间啊，我们的护士们很忙，为国家奉献了很多，借机跟护士们说一声谢谢。谢谢。好，今天呢，我们要把夫妻档跟好友档活生生的分开，哎呦让他们进行一个烧脑斗智的比赛。分数最高那一组才是赢家，赢家才可以吃到我们 Chef Nixon 的美味佳肴，还有500元的现金奖带回家。那我想问 Chef， 今天有什么好料给我们吃呢？今天我会做一道小龙虾贝壳面拉沙。哎呦，你看那个小龙虾，是，而且有那个拉萨的汁呢。 OK， 各位看着大家都可以看，但是吃只有赢家才能吃，所以 Chef Nixon 来，你去准备一下。帮我接吗？是，好，当我见，谢谢。重点来了，各位，第一个环节的分数1题1分，很简单的 ，OK。我们问的问题是跟今天 Chef Nixon 煮的菜息息相关。All right， 准备好了吗？好的，准备好了。好了，来，把问题请出来，问题。你要怎么请？我就是问题。哎呦，大哥，有请。欢迎。穿这么帅吗你啊？你今天是什么角色呢？我是总厨啊，不是，我是高级服务员。你的问题是这里有3种坚果，其中一种就是拉沙酱料里面主要的材料，叫做实力。是哪一种呢？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给他们看一下。啊，当然，我来，您大哥，我来。对，你们先看一下 ，Ladies first。是眼看手不动哦。可以了。哎呦，要不要看太久？很快就10秒就可以来葛平大哥实惠。哎呦，看一下，是看一看，你看，你看得懂吗？葛平大哥看来看去，好像都一样的，是不是瓜子呢时间到， ？3、2、1，拿走。谢了。谢谢高级的服务生。对的。其实呢，想问你们 Yes， 有煮过这个拉沙吗？没有煮过，有没有吃出刚才3个食材有哪一个的味道好像比较熟悉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其实其中一个食材的味道是比较强烈的。努力的回想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答案。请亮牌。葛平大哥 B， 慧芳姐 B。哇，真的是夫妻同心。是他们这么有默契。结婚多少年了？等一下，你不要先回答，来先问你。 26啊。来，答对吗？ 26。恭喜你不用睡客厅，不用睡榴莲花。好，来，我们先揭晓答案了，对不对？可是乐。答案呢？B，答对了，恭喜！是的，因为那个实力的油脂成分很高，可以让酱料呢浓郁，可以很清香、很芳香。哎呀但据说呢，实力不能够直接吃，对身体不好。一般呢，使用实力前呢，都要先烤过或者是炒过，哎呦可以帮助呢发出香气和减少毒素。所以实力是有毒的，是，如果是不能呢生吃。对，如果生吃会有毒的。好，那目前为止呢是打成平手哎哦。呦，不要怕，可乐妹妹，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发问的就是重点题，哇哦一题3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另外一组补答
答对的话呢是2分。要抢到这个重点题的优先权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挑战。要做拉沙就要有人巴嘛，对不对？是。所以为了挑战呢，就是用石杵把食材给捣碎来做人巴。葛平大哥，你们派出谁？美女实惠。好，慧芳姐。那当然是他啦，因为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搅碎过用这个方法，所以很想尝试。那来2位护士，有请就位。我们限时1分钟 ，Go！ 哎 ，Hello， 为什么你全部放进去？你是一样放进去。加油加油，使劲使劲，10秒。葛平大哥这边的策略是一次过，全部一起倒。慧芳姐是一样倒。7、6、5、4、3、2、1，雷过去再倒了。哎，不错啊，很好啊。明明就是还没有什么改进，所以我们2个做评判，你觉得如何？我觉得不可以，一定要叫 chef 来 chef。哎呦，来。chef， 这个是我们葛平大哥和实惠这里的，你可以看一下。不错。明明辣椒还是辣椒，蒜头还是蒜头，其实很好的啦。而且你们的策略是把全部的食材一次过放进去，为什么会走这样子的路线？比较快。你不是 blender 嘞，你知道吗 ？blender 才全部放进去嘞。慧芳姐组的，他们这组的路线是一样食材慢慢放进去的。真正的传统是这样的。 2位不好当中哪一个比较好？这个会弄得比较好。哇，慧芳姐！因为他做对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想到有水分的第一个要下去先。刚才我觉得你分享那个贴士很好，就是油脂比较多、水分比较多的先倒，还有呢，弄烧一点热油，一边搅一边放热油，它开始整个会稍微温了一点点。一定要放有温度的油啊，一点点会比较好，因为现在有看蛮干的。 来，小女生不打扰你了，赶快，好，继续完成你的这个美食。我们期待你的小龙虾啊！记得要用爱心哦，用多一点爱心哦。优先权现在被慧芳姐抢到了。慧芳姐这组呢有优先权可以回答，是，但是答错的话呢，葛平大哥这一组呢有机会可以补答哦。哎呦，补答没有3分，只有2分。重点题，请问额外安居津贴 Enhanced CPF Housing Grant 让首次购物者享有高达多少的津贴 ？A. 6万 ，B. 7万 ，C. 8万。请问你们有谁拿过这个津贴吗 ？Enhanced CPF Housing Grant 没有，这边呢都没有拿过。等一下讲出那个数目，你们会吓坏的。OK， 来，慧芳姐，您的答案是 C. 8万。8万呢？那么多啊！你要看你的收入的底线在哪里，所以它的最高的底线到8万，可以去到8万那么多。是。正确答案是8万。哇，这项津贴呢真的很好，可以用在新组屋，还有转售的组屋，而且呢，任何组屋的类型或者地点都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呢，只有在2019年9月开始购买或者申请的人才有资格拿到。那组屋屋期呢，也必须让买家可以住到95岁，要不然就是呢要按比例获得津贴。单身者可以享有高达4万元的津贴。哇，恭喜你，彭帅可以获得4万元。Yes。OK 啦，所以这一题3分，慧芳姐，恭喜你们！哇，太棒了！哇，打破了僵局哦，要不然一直平分。是，那我们接下来第2个问题又要来了，请问，申请新主屋和购买转售主屋而享有购物津贴的家庭月入顶线已经调高至多少呢 ？A. 12000，B. 14000，或 C. 16000。哇，很认真呢。对，很认真，好像赢家可以拿500万呢。OK。慧芳姐还有 Gina， 你们的选项是 B. 14000。答案是答对 B。哇，14000，大满贯呢。真的。35岁及以上单身的购屋者呢，新的月入顶线从6000调高到7000。哇！那随着顶线提高呢，也意味着更多的新加坡人能购买自己的政府主屋。哇，居者有其屋，太棒了，这个是不是？是。我跟你说，现在呢
谁的笑容比较大，赢家。对，你看慧芳姐笑容满面，葛平大哥也在笑，但是是僵的。是强颜微笑。OK 了 ，relax，OK。第一场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先深呼吸。香不香？香，好香，好香，闻到。我有很关心 chef 那边的小龙虾，我要快点过去了。关心小龙虾，你们关心大肌肉。Hello， 你好。哇，很香哎。是。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呢，我觉得两组也是很想要吃这个拉萨了，对不对？不过只有赢家了。我觉得今天赢家应该是慧芳姐了。不要这样讲，我觉得葛平大哥这一组呢，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会赢哦，有赢的感觉哦。就算他赢的话，也不轮不到他吃，他一定要给我吃。哦，再恩爱呢。葛平大哥，我们为你加油啊！加油加油！这道题目很简单，OK？一分题，请问小龙虾原产于哪一个国家 ？A. 中国 B. 美国 C. 俄罗斯。你们对小龙虾熟悉吗？有尝试小龙虾吗？没吃有，没吃过。没吃过。大哥有，那慧芳姐应该也是有了哈。常去这个地方吃。哦，哪一个地方说一下？等一下答案哦。好，来两组朋友，准备好哦。好，请举牌。葛平大哥 A 中国，慧芳姐 A 中国，因为他们一起去了嘛。对。哎，可是会不会可能一起错呢？我也不知道嘞。来，正确的答案是 B 美国。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克氏原螯虾，俗称呢小龙虾。那边呢还有一个节叫做龙虾节。那大家很奇怪嘛，对不对？它的原产地在美国，哎，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呢？是的其实啊，在1918年，它就从美国来到了日本，再到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从日本传进了中国。现在呢，中国是全世界吃小龙虾排行榜的 No.1，90%的龙虾被吃掉的地方就是中国了。哦，所以大家都会误会是中国，其实是美国。没错。哎，目前的分数是7比1。所以接下来两道是重点题啊，葛平大哥翻身靠现在。好，今天我们的挑战就是徒手挤椰浆，我们给你们的是500克的椰丝，水呢我们给你们的是1公升的水，你们可以选 A 200毫升 ，B 500毫升，或 C 用完全部1公升。我们现在要比的呢就是最接近拉沙里头用的椰浆的浓稠度，是越接近你就获胜。请问你们刚才讨论的是什么？所以大概要用多少水？你们懂啊？不懂，不懂。慧芳姐懂不懂？大概吧。如果水少跟水多呢，可能就是关键了。对，因为我们要挤的是椰浆啊。对，葛平大哥，你们觉得要用多少水？我们还在研究啊，还在研究。你们两个都没有煮过拉沙，那你们在研究什么？是。好了吗？好了，我们就请亮牌。来，葛平大哥200，慧芳姐200。来，时间限制1分钟。是，计时开始。用的水的分量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是，手法不同，力道不同，挤出来的肯定也不同。对。好像很少嘞。加油，慧芳姐！加油，慧芳姐！葛平大哥，快点！为了你的优先权回答。是的，最后20秒，最后20秒。好，葛平大哥加油！哇，很紧张呢，很紧张呢。是慧芳姐的椰丝差不多用完了，葛平大哥的椰丝还剩1大碗呢，你在搞什么？3、2、1，时间请到举手。那谁决定胜负当？然是我的 chef 啦，好不好？来，欢迎 Chef Nixon。又需要你啦。又来吵我了。你先看看一下葛平大哥的那个椰浆 ，OK，来，慧芳姐，哇，量肯定是这个比较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浓稠度，肉眼感觉差不多。先不要揭晓，你先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椰浆才适合做拉沙？厚一点的，当然它的那个椰香味道会比较重。但是如果你不要浪费的话，因为你的成分还有剩很多吧，对，所以如果放多也是行，但是你煮的时候要煮久一点。
那想问一下，500克的椰丝，要用多少水？1对1是最好，这样？1对1，所以500克的椰丝应该用500毫升的水。你可以自己，因为如果你试看那个椰丝的话，还是有味道的，尽量是把全部的椰丝的味道全部取出来。哦，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椰浆啊，是不是不健康的，对不对？其实椰浆也是有可取之处，它里头啊有一些纤维素，而且呢有蛮多的矿物质的，比如说铜、镁、钾。吃这个椰浆的时候，注意的是什么呢？适可而止，要不然呢，你灌椰浆的话，肯定会胖。哦，所以 Chef， 2碗椰浆，你觉得谁是赢家？最能用在你的高档拉萨里头？我觉得有肌肉的比较厉害，做这个。真的假的？等一下，为什么？你看它的那个厚度吧，这个如果你放你的碗哦，要这样摇一摇，对，你会感觉到它比较慢的。哦，它比较能沾那个碗的边边。是都一样是200啊。技法不技一样，法不一样，肌肉。那如果在家的话，你一定要浸着那个椰丝，泡多久5分钟。泡水了之后，你用你的手去捏它，开始捏它一点点。所以捏它的原因是让了那个椰丝可以更好的吸收水分吗？对，就是这个。谢谢 Chef， 恭喜葛平大哥。哎，葛平大哥，哎你抢到了优先权。3分的重点题，这一题是，请问在新一轮的家居改进计划下，什么年份建竣的祖屋能在未来10年内改进 ？A. 1976年到86年 ，B. 1987年到97年 ，C. 1998年到2008年。我们的题目是新一轮哦，重点哦，新一轮的家居改进计划下，小心陷阱哈。哇哦前面4个字哈，在新一轮 ，OK。葛平大哥，答案是 C， 答错，慧芳姐补答 A， 正确答案是 B。1987年到1997年，第一次推出的家居改进计划呢，为在1986年的完建的祖屋呢进行改进，新一轮则会让建于1987年到1997年的祖屋屋主受惠，约有23万个祖屋单位哦。那新一轮的计划呢，将采用更优质的配件、设计还有材料，而且也会安装专门给老人家使用的伸缩式的晾衣架，你看考虑的多周到。我们给建物局掌声。别担心，来，还有一题哦。还有一题可以翻身，是最后一题了，葛平大哥。是葛平大哥，最后一题了哈，加把劲！加油！听好，问题是在近距购屋津贴下，所谓的就近的定义是多少公里内呢 ？A 2公里 ，B 3公里 ，C 4公里。我们常说嘛，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可以靠近你自己的亲人，那更好。是葛平大哥，你觉得这个究竟有多近？多少公里？你的答案是 C。你有住靠近爸爸妈妈吗？有。哎，哦，原来如此。所以答案你确定吗？确定。那你来解答，正确答案是 C。 C， 是不是 C？ 恭喜葛平大哥！对，近居购物津贴的成立呢，是为了鼓励更多人选择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住在离父母较近的转售主屋单位。最高可获得3万元的近居购屋津贴哦。所以你是不是拿了3万块的津贴2万。 ？2万不错喽。所以现在我们要总结分数了。葛平大哥4分，慧芳姐7分。所以我们今天的优胜组是慧芳姐和金啊，恭喜！哎，那优胜者可以得到500元。还有我们set的美食。上菜喽！好哟2位慢慢享用。耶，看起来好哎美味哦。呦，谢谢斌哥。还有多一个 special ingredient 在后面，说这个拉萨叶是拿来做成一个油，其实我们可以淋在上面，
就是给它更多的那个层次。哦，所以你知道一般上我们吃拉沙会把那个拉沙叶剁碎，然后撒在上面嘛，对不对？增添那个香气。现在直接跟这个油混合在一起。对，你怎么把它提炼出来？这个油问得好，不要跟慧芳姐讲，为什么呢？慧芳姐想要知道的话，你跟我一起上 Me Watch， 我们去看 ，OK？ 很好吃，很好吃哦，5颗星你给几颗6颗。 ？6颗星！哎塞！那我们更加想要吃，真的吃不到。哎呦，你看那个，哇，还做准嘞，还做准嘞，呵，受不了了。Chef，你再煮多一份给我们。来 ，Let's go。哎 ，Hello， 你们要吃吗？你们要吃要跟我们走嘞。你老婆下定决心不给你吃了。Go。一个走。来。难得我们大家欢喜来聚聚，所以呢，我们要先恭喜一个人，谁？大家叫老板娘，欢迎素珊姐。老板那今天呢，老板娘在这边，我要巴结一下老板娘。哎呦，真会做人！怎么来的话还要锁起来啊？里面东西有多珍贵？还要锁起来，真的。怎么来各的？位观众，什么？眼睛睁亮喽！叮叮。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叫什么名字？雪花糕。这是我那个年代的，我那个年代的。对，天意大哥，你用过这个？我没有用过，我知道那个年代那女孩子用这种，这个它的盖啊就不大习惯了。这个盖是好像塑胶的，以前的很美的，真的是铝制的，然后它还有一点点浮雕的，你懂吗？ 3D 的。它这有一点那些好像浮雕的东西。对，好了，给你了，给这东西有你。人会用吗？有人有印象吗？长的这个不就是每次我们看古装戏，妈姐要梳起啊，或者是女儿要出嫁啊，妈妈帮她梳头的时候会用的嘛，对不对？对，而且它复古哦。哎，它很好玩，它可以这样拿，也可以这样。天哪那这个就这样是送给有年代的人，这不是哎，恭喜你！好了，我以前用过，我真的是用过了。千叶大哥，你家里有几个小孩？3个。那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全部都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了，那有没有想过，可能空间不需要那么多了，可以换小一点的来套现，我早就想过要套现了，对不对？早就想过要套有什么办法嘛？有2项计划你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呢是污气回购计划 （Lease Buyback Scheme），你可以卖回部分的污气，然后你还有你的太太呢，可以继续住在你们现在的房子里头，政府会给你一笔现金。价值呢最高可以去到3万呢。这个就是那个花红的部分，对不对？是。那除了这个花红之外呢，那他们套现的其他的现金可以全部拿出来。哦，哎，等一下，有2个步骤。第一个，你要先 top up 你的 retirement account。第2个步骤呢，你就是要参加 CPF Life， 剩下的钱呢就可以当现金用了。什么是 CPF Life？CPF Life 呢，就是从你65岁开始就可以拿到一笔终身入息，好像生活费一样，每个月都可以收到的。那你可以拿到多少，就要看你的 retirement account 里面有多少钱了。对，有很多不同的计划的，你可以选。哎，这个我有听过，哎，是在这个COVID期间呢，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因为可能薪金被减嘛，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有父母亲呢，就是有加入了这个污气的这个回购计划，现在每个月有这个入息，所以他们就觉得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薪金少了，能够给父母亲的零用钱也少了。哦，对。所以有这样子的入息呢，他们就觉得说，至少父母亲已经有钱可以花费，其实不无小补的耶。真的应该鼓励长辈去卖掉部分的这个污气，然后可以把这多余的钱去投趴在他们的这个退休的户口里面。是，真的，我觉得啦，老人家都要为自己做准备嘛。一方面就是照顾自己，也是帮孩子就是省事，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要养活自己都已经很辛苦了。对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计划这个。对对对，是不是有年龄限制啊？当然有，至少65岁，所以我们这边合格的只有1位。噔噔，好羡慕你啊！套现了，大哥。超过那个
合格的资格。现在我68岁了，3年前我就应该参加了。是啊，我们这些老人家有一点担心呐。是，可是当你要卖的时候呢，监务局会不会呢？照市价跟你买回来呢？你放心，很公平，照这 market price 走，市场价。是啊，哇，那就很好，这个计划真的是很好，让我们有钱花，就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很多老人家只是担心以后了，现在很舒服，担心以后。是，哎呦，最担心是这一部分。不是啊，真的，因为田大哥，原来走了还可以回来的。你是哪一位 ？Hello， 彩虹杯是吗？彩虹是谁？啊，我知道，妈姐，你现在是迷路的状态吗？不是，我急着呢要去寄钱回老家。我是经过看到哇，这里好热闹哦，就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啊，来问。好，听好了，我的问题是，如果你参加了污气回购计划，你可以获得现金花红，最高可到达多少钱？我这个很懂的，请讲答，美女优先。我们让前一个金钱来3万块。答对啦！我带了零食来请大家吃。来，分一分。这个的名称叫做猪耳朵，大家都有吃，很好吃的。要有这个轩哈，跟你说一个秘密，我不要听。我跟你说个秘密，我也不想听。好，我跟大家说个秘密，秘密就是我拿到了这3万块的这个现金花红，我就是那个屋主，所以我很有钱呢。我要快点回老家寄钱。OK， 我老家在哪里？在哪里 ？OK。很好吃啊，我吃了很好。我有小时候的情谊节，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你们小时候也是吃这个？我不相信。蛮甜的啦。我们有吃过。你们小时候吃这个？我小时候吃这个啊，这个到现在没有小英姐，我不是问你，我是问他。我小时候吃这个。你小时候肯定是吃这个的。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很想知道的讯息。真的，你错过你会后悔。真的吗？那我们也要洗耳恭听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让退休的长者呢，可以增加他退休后的收入的计划，叫做乐龄安居花红。就是说呢，你们把原本住的比较大的屋子换成比较小的屋子。那这个小的屋子呢，就是3房室或者3房室以下的都可以换购，不管是新的房子或者是 resell 的都可以。因为其实这个我有研究，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家没有在请帮佣，所以我就发现家里真的很大，很难打扫。然后我又在跟我老公在想说，以后小孩如果长大了，我年纪一大把，我还要打扫这么大的房子，我一定要换比较小的房子，让我自己住得舒服。其实我觉得我只要1个房间我就够了。我跟你说，你换去一个比较小的房子啊，它也会比较感觉到比较窝心、比较温暖。你会觉得一个这么偌大的房子空空的，哇，好没有人气耶，真的。等一下，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说我那个大屋换小屋，那个赚来的钱是可以一次过拿清吗？还是第一个步骤呢，你要先去 top up 你的 retirement account。第二个步骤呢，你要加入 CPF Live， 剩下的钱就好像现金这样子，你可以拿出来用。就是跟刚刚的那个污气回购计划一样，概念是一样，但是这个3万块的花红，你可以一次过拿的。是的，为了要鼓励大家大屋换小屋，这是额外的。对，然后这个有保障，对。对啊。哦，那很好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好楼帮跟大家分享，叫做乐龄益计划的，政府呢会津贴高达95%，哎，有符合条件的乐龄人士呢，你们的家里可以安装各种轻乐龄装置。我知道，我听过，就是那种洗手间的扶把啦，还有门口的那一种斜板，对，防滑的这一些，各种设施。但是乐龄人士一定要是65岁以上，对，或者是他是60岁到64岁之间，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没有办法自理，比方说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啊，自己洗澡啊，需要人家照顾的。但屋主一定要是新加坡公民才可以。当然，你现在讲出了这个乐龄益计划，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津贴，所以家里面有一些65岁以上的乐龄的这些朋友呢，可以考虑申请。是。我相信我们周围很多的长辈，对，或者是我们年老的邻居、空巢老人，这些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让他们受惠，对，因为有些人不知道。重点是
总有一天我们大家也会老去，对不对？未雨绸缪啊，是不是？我看到你们这边有个欢喜大餐室，没有请我们吃饭呐？对呀，对呀欢喜大餐室，你敢不敢吃？主厨是谁？阳光可乐。还是不要好。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歌舞厅，你们想不想看秀？哇，想跟我来。 ，Come on！ 可是斌哥，等一下，我要去的哎，是我跟斌哥要访问美女的，好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快点！就成熟了。俺们前一棵葡萄树，俺嫩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地往上爬。阿树我上两只黄鹂鸟，哈嘻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干什么？啊黄鹂儿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俺们前一棵葡萄树，俺嫩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地往上爬。阿树我上两只黄鹂鸟，哈嘻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干什么？啊黄鹂儿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哇，好好听哦，这首歌很。好听，而且我觉得居居姐你唱的是很甜美的，跟我以前听到的那个版本是很小孩的不太一样哎。对对对，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哈。对，这一个版本是有重录的。蜗牛与黄鹂鸟是你第一张专辑的歌是吗？是我第一张专辑的歌，就是那个封面吗？没错啊，好清纯哦，那个是你，那个是我啊，那个是好小，年纪好小。那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封号叫什么学生偶像？我出道的时候就是学生偶像，因为年纪很小嘛。对，总共出过几张专辑？到现在来讲，应该有20多张。据说销量很好。对，哎，当年他是销售量打破新马歌手的记录，真的。是你记不记得最好卖的那一张是卖多少？就是我，卖多少不记得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张唱片的销量很厉害，就得到了金唱片。金唱片起码要10万张哎，我看应该有那个。不可能是1万张就得金唱片。不可能，对。其实我很好奇，因为很多歌手啊，他其实家里都有那种音乐的渊源啊，但是你们家其实是没有。没有哎，对。但是我不知道，从小我对就是艺术方面的东西就很喜欢。这是你小时候吗？对，就是我小时候一直在成长。小的时候好像中间下面那个很像林青霞哎。对，那张是因为应该是高中快要出道的时候，所以她越变越美，你是这样。那里谢谢。你慢慢看得出是美女的五官，就是那个气质也都是，其实一直都看得出。你们太客气了。你是从小就知道自己很漂亮吗？我不觉得哎，就是人家说我每次觉得人家是客气，那你知道现在美女太多了。说到美女，我要排到后面去了。对，她是属于清纯的。你爸爸是中医师嘛？对不对？对，还有书法家。对，那应该是比较传统的思想。是，但是我进入娱乐圈，他们反而还挺支持的。当时你红了之后，你有没有去演戏啊？台湾不是有一位很出名的那个爱情小说家玄小佛。我就跟他签了合约，就是担任他在所有他爱情小说里面的女主角。那后来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就可能在感情上有创伤，然后就搁浅了一下子。那后来我又开了片，就
那时演的是秦祥林的女儿。对对，白景瑞导演的。但是开了镜大概有好几个星期吧。那后来因为资金链的关系，又好像又停止不前。所以在演戏方面，你是受到一点点的阻碍。对，因为我也相信缘分，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可能还不是时候吧。那就沉淀一下子。是缘分未到。是你没有遇到好剧本，没有遇到好导演。对，贵人还没有出现呢。哦。不过我还是喜欢音乐，到现在还是在做音乐。所以你这一生中一直没有离开艺术。哎，是的，是吧？对。那甚至到现在，我还有做一些影片的制作。哇，真的。对。所以在我的那些 MV， 就是我的音乐视频，都是我自己编导的。哇，是才女。哪里？你看，你有没有做一些视频？我只是自拍，对，自拍也是一个艺术，自拍，然后也不太会剪接，你一定要这样接入。学习啊，学啊。可是你跟戏剧还是有结缘，对不对？我知道你有唱连续剧的主题曲，对，是不是？1988年惠玉姐跟那个才华新秀主演的剧，当时是什么因缘际会下可以唱到这个主题曲？其实这样子吧，那是唱片公司还有电视台的一个合作。然后时间慢慢的过去了，我也开始长大了，那就比较少女了。那窈窕淑女跟少女是比较接近的，而且当时他们的合作，我也觉得是挺适合的，所以就接了这个主题曲跟插曲。走在人生路上，去实现千百个幻梦中的理想。旅途中乐意接受无数的挑战，年轻的心灵才能逐渐成长。偶尔要面对失意，挫折又何妨？把感受来分担，生活里不可缺少冲击的力量，有充实的生命才会活得不平凡。青春的骄傲写在朝气的脸庞，年少的喜悦常在眼波中流转。真挚的情感就是灿烂的阳光，留在心上照亮我们明天的方向。偶尔要面对失意，挫折又何妨？让彼此一同把感受来分担。生活里不可缺少冲击的力量，有充实的生命才会活得不平凡。青春的骄傲写在朝气的脸庞，年少的喜悦常在眼波中流转，真挚的情感就是灿烂的阳光，留在心上照亮我们明天的方向，留在心上照亮我们明天的方向。刚刚这首1988年，我们阿姐第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听说那一年是你很开心的一年，因为就是在音乐界有更新一点的突破。这除了就是电视剧呢，这样然后在香港
在日本也有一些很不错的机会，然后还有各方面的一些其他国际唱片公司品牌的来签约，就来洽谈。那我觉得好像机会都来找你。对对，也是一个转捩点跟一个突破。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那10年你这么辉煌，可忽然间就没有了消息。急流勇退了。我14岁签约，16岁出唱片，然后一直就是红地毯。我没有试过在外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很顺了。然后我又觉得你喜欢艺术，你喜欢创作，灵感应该来自于生活，对吧？对呀。我在音乐上的创作，我在有突破或者有进展的话，我应该去感受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走了。走去哪里？走了，不是躲在家里吧？没有，我一飞就飞到香港去了。因为香港以前是什么东方好莱坞嘛，所以也是因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那种梦想，可以去那边吸收一些养分。是，而且我其实除了在演艺圈要学习更多之外，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要出去到生活上去体验。那当时你是退出了新加坡的乐坛，那是到了香港的乐坛吗？那边也是有在谈签约，但是我都没有签，都没有签成，都没有。我反而去了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我开始先以模特行业，因为我始终对模特行业，因为我始终都要吃饭啊，我要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你本来是明星，你变模特儿，对。哇，你当时父母会不会很担心呢？会啊，我父亲2个礼拜不跟我说话。有没有后悔？没有后悔，我没有这么多年在外面的一段日子，我现在没有感受的这么多。然后我的创作也没有到现在，我不可以说我现在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比以前是进步了。冒昧问一下，您还是单身？是，我还是单身。真的？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还是单身。我有感情生活，但是就是可能缘分就还没到吧。那我也不急，因为我自己也挺忙碌的。那我很享受生活，有时候孤单或者孤独不是一件坏事。真的，有时候你把那个时间自己沉淀下来，你反而思考的更多，你看得更清晰。你永远在一个灯红酒绿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其实人生独处是最高境界。真的，你要学习独处，你能够独处的话，你也没有你的眼前就没有什么困难对你很多事情都能克服得了。听说你在网络上也是很活跃，对不对？会吗？会把你的生活啊分享在网络上？对，偶尔吧。对，哇，这名模这些景点因为有美女变得更丰富谢谢你，真的美心太甜了。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是不是平时有做什么运动？应该是10年吧，我都在打高尔夫。高尔夫球哇，还得奖，一杆进洞吗？有3次了。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你其实除了唱歌唱得很好，你高尔夫打得这么好，你创作什么都做得很好，你就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对吗？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有心去做，你一定会做得比其他人好。还有你要花时间，要坚持。在创作上面也是这么执着吗？对，创作音乐，对，很执着。所以跟我合作，就是跟我一起创作音乐的人，就是很崩溃，很不会，就是很知道我需要些什么。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一下你创作的歌曲？有啊，可以吗？有，范子琪。下眼睛，操场跳着小白曲，说起里学长真的怪力气。早晨独处别自律，风头偶像高傲的立了体，小小眺望只有你，爱装作潇洒不为意。摄远镜，转发信，写首小诗递给你，没回应，尴尬等词语，为何心里只有单字气？教室里窃窃私语，最终别
纱网墙壁数蚂蚁，梦想可是有起水机。下雨季，校园阵阵清凉意。滴又滴，滴湿身上小毛衣。粉笔血墨散不去，黑黑样儿都困在教室里。可你手心甜甜的，紧紧挽着单字旗。都带着钱，各自飞机，粉红摇摇，圆呀圆，跳绳项圈，娃娃的扭计，可你偏偏只爱单字旗。我们有一个就是让退休的长者呢，可以增加他退休后的收入的计划，叫做乐龄安居花红。就是说呢，你们把原本住的比较大的屋子换成比较小的屋子。那这个小的屋子呢，就是3房室或者3房室以下的都可以换购，不管是新的房子或者是 resell 的都可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好楼帮跟大家分享，叫做乐龄益计划的，政府呢会津贴高达95%，哎，有符合条件的乐龄人士呢，你们的家里可以安装各种轻乐龄装置。但屋主一定要是新加坡公民才可以。